天，连皮肤纹理都做得这么深针，这睫毛又长又翘，比我种的都好看。王爷得罪了。流血了！我开什么玩笑？我居然被一个石像给磨破了嘴皮！史上第一个非礼文物反被咬的倒霉蛋，传出去要被笑掉大牙了。不行，得赶紧溜。眼花了，还是做贼心虚产生幻觉了？怎么回事？地震了！这石像质量也太差了，亲一下居然会漏电！头好晕，这是哪儿？拍戏，绑架，这到底是哪里？疼，是真的，这不是梦。那是新型的全息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是哪个整稿节目组这么大制作，直接绑架素人？谁？我的天，活的，是活的！难道亲一下蜡像就能送一个真人帅哥？还有这种好事？这波穿越好像不亏。白月，白月，你叫我？不对啊，我叫林婉晴。大哥，你认错人了吧？帅哥，你谁啊？台词念错了，我不是你的白月。你们这是在拍戏吗？剧组也太拼了吧，找了个真病人来演。那摄像头藏在哪儿呢？房梁上，还是那个香炉里？保护王爷，有刺客！别，大哥别冲动，这是个误会，我不是刺客。闭嘴！啊！疼！穿越了，我真的穿越了。那把刀是冰的，是真的，回不去了。我的毕业证，我的爸妈，我购物车里还没付款的裙子，全都没了。等等，你别过来！王府侍卫很厉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过去，我就坐在这儿不动。小妹妹，我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你问吧。这里是哪里？现在是什么朝代？哪一年？这里是晋王府，当今是大夏王朝建元22年。架空，竟然是架空历史。那我昏迷前看到的那个男人，他就是晋王，是我们的王爷慕容渊殿下。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王爷的卧房里？我迷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睁眼就在那里了。你运气真不好，偏偏是这个时候闯进来。王爷他又犯病了。犯病？他不是看着挺好的吗？就是脸色白了点儿。他得了什么病？是石化浆。听说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奇毒，中毒者会不定时发作，发作的时候浑身僵硬的跟石头一样，不能动弹，不能言语，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宫里的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王爷受苦。蜡像？不，那不是蜡像，那是犯了病的晋王。我的血滴上去了，然后我就来了这里。难道我的血就是解药？石化浆听起来像是进行性的肌肉硬化症加上某种神经毒素，这在古代基本就是绝症了。唯一的念想连电都没有了。老天爷，你这是要玩死我啊！不行，在彻底放弃之前，我得再看看我爸妈的照片，就看一眼。亮了，充满了，怎么可能？难道是这个背包？这个背包能自己充电？有信号，竟然有信号，这不科学。如果连这个都能用的话，地址就填大夏王朝京城晋王府柴房。真的，是真的。
真是奇怪。李太医，王爷的情况如何？可是又加重了。非也，王爷的脉象虽然依旧沉直虚浮，如风中残烛，但在那片死气之中，似乎多了一丝微弱的生气，就好像久旱的土地得到一滴甘霖的滋润。您的意思是，王爷的病情有好转的迹象？谈不上好转，老夫行医一生，从未见过此等脉象，只能说是出现了一丝从未有过的转机。在老夫赶来之前，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或是王爷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回李太医，确有一事。在您来之前，一名衣着古怪的女子凭空出现在王爷床边，属下等以为是刺客，已将其拿下关押。只是她出现的太过诡异，仿佛凭空而现。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凭空出现，这简直闻所未闻。一丝生气，我被困在这石头般的躯壳里，神魂动弹不得。但在她靠近时，确实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松动。还有她口中那个名字，白月。不，她不是白月，白月绝不会用那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我，但她或许是破局的关键。把他带过来。王爷要见你。你是什么人？我乃云谷医仙的关门弟子，奉师命下山历练，路过桂潭地，感应到此地有奇毒肆虐，阴煞之气冲天，故来一探究竟。云谷医仙，恕老夫孤陋寡闻，行医40年，从未听过江湖上有这个名号。我师父他老人家早已不问世事，云游四海，李太医没听过也属正常。毕竟天地之大，奇人异事多如牛毛，您不知道的，不代表不存在。王爷中的毒，名为石化浆，对也不对？此毒发作时，会令中毒者经脉凝滞，血液不畅，最终使人如顽石般僵硬而死。你们只知用固本培元的药物吊着王爷的性命，却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房间密不透风，药气与浊气混杂一处，病人如何能吐故逆心恢复元气？这不是养病，是养蛊。王爷毒发时身体僵硬，毒退后血脉正是最需要活络的时候，你们却让他一动不动地躺着，这与将活鱼放在一潭死水里有何区别？我敢断言，不出半月，他背部的皮肉就要开始腐烂坏死。石化浆霸道无比，寻常药物只能治标，无法治本。想要根除此毒，必须用一味特殊的药引。什么药引？需要以一种至纯至阳的，与王爷你命格有缘之人的心头之血为引，方能以毒攻毒，化解僵滞。不巧，我就是那个身负至阳命格，与你有缘的人。所以你凭空出现在本王的房间里，就是为了给本王当药引？是命运的安排。不过我救你有2个条件。说。第一，在你的毒解开之前，你必须保证我的人身安全。我要留在王府，吃香的喝辣的，谁也不能动我一根汗毛。第二，治好你之后，你要动用你所有的力量，帮我找到回家的路。好，本王答应你，从今天起，你就是本王的专属医师，你的命本王保了，但你最好祈祷你的药真的有用，否则，本王有100种方法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林医师，奴婢叫小桃，王爷吩咐了，以后就由奴婢伺候您。伺候？我看是监视吧。奇怪，怎么点不着？哎呀，费那个劲干嘛？用这个。林医师，这是什么呀？是块漂亮的银疙瘩吗？是神火仙术，林医师饶命！行了，快起来吧！什么仙术，一惊一乍的。这是我师门特制的生火工具，叫神火令。起来干活。林医师，你昨日说王爷长期卧床会致皮肉腐烂，可有此事？当然，李太医要是不信，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保证有惊喜。此乃袭疮，若不及时处理，任其发展下去，皮肉溃烂，深入骨髓，届时神仙难救。我只觉得肺部有些麻木，却没想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敢问林医师该如何处理？很简单，第一，以后每日需为王爷翻身至少4次，每次半个时辰。第二，保持创口清健干燥。去，给我取一坛王府里度数最高的白酒来。可能会有点疼，忍着点，王爷。林医师，这是何种疗法？以烈酒刺激壮口，岂不是火上浇油？你懂什么？我这是在净化，必须用这至阳至烈的乾坤神水洗涤，方能隔绝内外，正本清源。此乃我师门不传之秘，看着学着点。王爷，东宫的王公公来了，说是太子殿下听闻王爷身体不适，特来探望。让他进来吧。王爷病着，拒客于门外，倒显得我们心虚了。奴才给靖王殿下请安了。太子殿下听闻殿下凤体染殃，忧心不已，特命奴才送来一株千年参王，为殿下补补元气。有劳太子皇兄挂心了。
哎呦，这位姑娘是瞧着面生的很呐。这是王爷新请来的医师。哈哈，医师，这位姑娘如此年轻，就有这般本事。哎呦，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公公一路从东宫赶来，想必是跑得急了，这额头上的汗到现在还没干呢。天气也不热，公公这是虚得慌啊。林医师说笑了，奴才只是担心王爷的身体。是吗？我师父曾教我望闻问切，这望之一字最是考究。我看公公你步履虚浮，眼神闪烁，说话时食指不自觉的蜷缩，这并非劳累所致，而是心神不宁之兆。公公可是有什么心事？不敢。那就好。王爷的病最忌讳旁人带着心思来探望，因为人心里的东西有时候比外界的风寒更毒。您是殿下最忠心的人，想必不会有什么别的心思吧？参王我们收下了，公公可以回去向太子殿下复命了，就说靖王殿下一切安好，我的医术也很好，不劳皇兄挂心。你这个医师倒是比本王想象的要有用得多。快换热水，李太医要新的热水。王爷的脸都发青了。去，把林依依带来，快！是。我能救他，但我施展仙法时，任何人不得窥探，否则魂魄惊散，神仙难救。拉上所有违障，你们所有人都推到门外。记住，在我出来之前，谁也不准进来。生命体征监测仪来一套，5%葡萄糖，1000毫升，生理远水500毫升，注射器、留置针，急救包也来一个，有备无患。心率45，血压60分40，再晚几分钟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以无之精血为引，和合阴阳，激活神药，这说辞应该能糊弄过去。氢氦锂硼铂碳氮氧氟诺，各路元素神仙快快显灵，保佑本神医法力无边。幸不辱命，王爷的魂魄我已经从鬼门关给追回来了。这怎么可能？脉象虽然依旧虚弱，但竟然平稳有力了，稳住了，真的稳住了！这是神迹啊！姑娘，不，仙姑，请受老夫一拜。林姑娘，福伯让小的来知会一声，如今王爷病着，府内开销大，各院的用度分力都得减半，还请林小姐体谅王府的难处。你们怎么能这样？林婉家是王爷的救命恩人，你们知道了，下去吧。姑娘，他们这是故意克扣您的吃穿用宿，明摆着是欺负人，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饭点到了，准备开饭呗。姑娘，这是何等仙颤，竟能自行沸腾，还如此之香。想吃？喏，赏你的。回殿下娘娘，靖王府那位林姑娘不但能凭空变出美食，变出净医仙露，还用什么太阳神灯治好了王爷的褥疮。现在府里下人都说她是活神仙。活神仙，好一个活神仙！本宫费了那么大的劲，眼看慕容在就要死了，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个妖女，三番两次坏我好事？慌什么？她越是装神弄鬼，就越说明她心虚。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母后，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慕容泽一天天好起来吧？既然他自称神医，那我们就送一份大礼，考考他的仙术。你明日就派人以你的名义将这西域奇香送过去，就说是为他安神助眠的。我倒要看看他慕容渊有没有这个福气消受。奴才给靖王殿下请安了。我们太子殿下听闻王爷凤体健安，心中甚是欢喜，特命奴才送来这西域进贡的安神香。此香有静心灵神、促进安眠的奇效，怕能助王爷早日康复。黄鼠狼给鸡拜年，公公请回吧。王爷的美意我们心领了。等等，多谢太子殿下挂怀，这香闻起来确实清雅节制。我们家王爷正好睡眠不佳，这份礼我们收下了，还请公公代我们向太子殿下问好。还是林姑娘识大体，那奴才就回去复命了。林姑娘，你这是何意？太子送来的东西怎么能收？送上门来的证据为什么不应？他既然敢送，我就敢让他有来无回。此乃我师门秘宝乾坤测毒罗盘，世间万物皆有气场，若有毒物，气场必乱。此罗盘便能探知方圆10丈之内的一切毒气。罗盘已响，
警示大凶，这乡里果然有鬼。我要开坛做法，辨明邪祟。此为神火令，能召唤三昧真火，焚尽世间一切妖邪。这真是神火！妖邪之气已显，此乃我师门特制的降魔针，遇毒则黑。欺人太甚！太子竟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行凶！王爷，属下这就带人杀进东宫，为您讨回公道。若是没有他，我恐怕早已化作一具枯骨，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晋王府妖气出，识新人不久处，狐狸精施妖术，弥勒王爷失心疯。各位客官，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话说那靖王府啊，最近是住进去一个女妖怪，使得一手勾魂摄魄的妖法，把咱们英明神武的王爷迷的是神魂颠倒。据说啊，那王爷的身体都快变成石头了。真的假的？靖王殿下可是战功赫赫啊，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你想想，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凭什么就能住进王爷的府邸，还成了神医？这里头指定有鬼。查到源头了吗？启禀王爷，源头太多太杂，根本无从查起。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到处都在传。我们抓了几个散布最凶的混混，但他们也只说是听旁人说的。这背后分明是太子在操纵舆论，想要把您和林姑娘置于死地。又是他！本王这就进宫面圣，请父皇下旨彻查此事。另外，传令下去，京城之内凡有再传上此童谣者，一律拿下，严惩不贷。哟，开会呢？怎么了这是？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跟谁欠了你们800万似的。林姑娘，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说笑？府外都快翻天了，王爷的声誉……我没说笑，外面的童谣，我今天出去溜达的时候听说了。你是不是准备去抓人，或者贴告示辟谣？千万别，蠢办法！这种事儿，你越解释，别人越觉得你心虚；你越是抓人，他们越是觉得你仗势欺人，恼羞成怒。这在我们那儿叫负面舆论危机。对付他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堵，而是去疏导。疏导？如何疏导？他们不是说我是妖女，说你有妖气吗？那我们就演一场神迹给他们看，用一个更大的、更震撼的正面新闻，把这个负面新闻彻底盖过去。神迹？对，神迹！我们对外宣布，靖王殿下您心怀天下，感应上天有好生之德，决定3日后在府前广场举办一场盛大的祈福水陆大会，为我大夏的百姓祈福消灾。就这么简单？这和辟谣有什么关系？百姓们只会觉得我们是在欲盖弥彰。当然不止，重点在祈福大会上。他们说你有妖气，我们就让老天爷降下祥瑞给他们看，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你觉得百姓是信自己的眼睛，还是信那几句听来的破童谣？好，需要什么？人手、钱财，王府上下任你调遣。这靖王殿下搞这么大阵仗，到底想干什么？还能干嘛？辟谣呗！我倒要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来。午时3刻，吉时已到。别紧张，看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天马，快看，那烟是什么颜色？是祥瑞，是七彩祥瑞之兆。神迹，真是神迹啊！靖王殿下是天选之子，是上天派来逼救我们的。童谣是假的，是有人要陷害王爷，我们错怪王爷了。焰色反应加无人机灯光秀，再配合点干木，初中水平的化学和物理知识而已，就把你们唬成这样。启禀陛下，大喜，天大的喜事儿啊！天降祥瑞，天降祥瑞于我大夏呀！什么事如此咋咋呼呼，成何体统？有哪个地方官上报挖出了什么状如麒麟的石头了？不是石头，陛下，是活生生的神迹，就在京城，就在靖王府门前，数万百姓亲眼所见。靖王殿下举办祈福大会，竟引来了七彩祥云，还有仙气从天而降。那仙气闻了，通体属下百病全消，更有神猿飞天，在空中结成福字宝相。此话当真？
你亲眼所见了？奴才不敢。奴才派去的人回报，现场万民跪拜，高呼敬天天选。就连那些说书的都改了口风，说靖王殿下是文曲星下凡，能通天意。之前的童谣定是奸人所害。哈哈哈哈！好啊，靖皇天选，看来是上天都在庇佑我儿。朕的彻儿果然是我大侠的福星，不像某些人整日只知结党营私，大加赏赐。李福，进方金两引断白匹，再传话给太子，让他给朕在东宫好好反省。老奴领旨。王爷，林姑娘，宫里的赏赐又来了，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波了。林姑娘，您这招真是太高了，现在外面都在传，王爷您是能引来祥瑞的真龙天子呢。别高兴得太早，皇帝的宠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东西。今天能把你捧上天，明天就能让你下帝王，我们这叫热度。热度来了快，去的也快，得趁热打铁，再加一把火，把这福星的人设给做却了。哦，你又有什么奇思妙想？当当当当，祥瑞2号，我管它叫天音宝盒。他怎么自己想了？喏，说明书我都给你写好了，你就说这是你府上收藏的古物，能吸收日月精华，自行奏响仙乐，是祥瑞中的祥瑞。明天你把它献给皇帝，保管他喜欢的跟什么似的。你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法器？我的宝贝多着呢。彻儿，你说此物能自行奏乐？回父皇，此物名为天音宝盒，须得沐浴天光方能奏响。神物，真是神物啊！无需人力，沐浴天光便可自明。彻儿，你果然是上天赐给朕的福星。传朕旨意，对靖王再加赏赐，免其一切朝会，让他安心养病。老奴遵旨。福星，好一个福星！父皇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他慕容渊，上次一波接着一波，还免了他的朝会。母后，您看看，父皇甚至下旨申斥我，让我闭门思过。我真是小瞧了那个妖女，装神弄鬼，竟能把皇上哄骗至此。母后，我们不能再等了，再这么下去，这江山迟早是他的。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他蹦跶不了几天，传话下去，让那边的人准备动手。参见娘娘殿下。本宫要你们踏平靖王府主院，记住，只有这一次机会，定要让此人消失。属下遵命。天亮之前，世上再无靖王。这次，我看他还有什么神迹能救他。你又在摆弄什么新奇买盐粉？这几日你把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挂满了整个院子，有什么用处？这可不是普通风铃，这叫听风鸟。看见没？它们每一个都和我的极阴囊是连通的，只要有不干净的东西带着杀气闯进这个院子，它们就会立刻向我示警。听风鸟、极阴囊，你们云谷的东西名字都这般古怪。名字不重要，好用就行。我跟你说，这可是最高级别的安防体系，保准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你晚上就安安心心的睡大觉吧，有他们站岗呢。不好，有刺客，快起来！上！冷静，冷静，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看准了再出手。妖孽开打！是妖术，他会妖术！你没受伤吧？王爷，王爷！都给我出去！全部出去！关上门！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进来！快！不准死！我没让你死，你就不准死！听见没有？以血为饮，以血为饮！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又是血气，又是以命换命。白月，难道他也要像白月一样，用这种邪术来控制我吗？你醒了，太好了！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这些是什么？是救你的东西。
用你自己的血，你费尽心机，甚至不惜自残，到底是为了什么？回答我！你救我，帮我，为我引来祥瑞，博取父皇的欢心，现在又用这种诡异的邪术将你的血注入我的体内，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是为了用这种方式彻底的控制我吗？王爷放心，你去哪儿？在你的毒解开之前，我不会离开。我只是觉得我的东西可能会污染了王爷的贵体。林姑娘，我知道您心里有委屈，王爷他不该那样说您，但是，请您相信，王爷他并非是怀疑您的人品，他只是被往事免住了。很多年前，王府里也曾有过一位。很多年前，王爷还只是个少年，在一次围场狩猎中，他为了保护圣上，被一头疯熊重伤，危在旦夕。当时随行的一位名叫白月的姑娘，她是王爷母亲的同门，用了一种秘术救了王爷。属下当时就在场，亲眼看到她割开了自己的掌心，用血在地上画出诡异的法阵，然后将自己的生命力渡给了王爷。王爷活了过来，可白月姑娘却在王爷醒来后油尽灯枯，死在了他的怀里。从那以后，王爷就对这类以命换命、以血为引的禁术有了心结。他不是不信你，他只是怕了，他怕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场景，怕再有人为他付出那样的代价。王爷，您这几日心气郁结，于身体恢复大为不利啊。李太医，一个人若想行苦肉计，他划伤自己的伤口会是什么样子？回王爷，若是苦肉计为求逼真，下手必会犹豫，伤口便会深浅不一，边缘不齐。但老夫那日看过凌霄江手腕上的伤，那伤口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犹豫和停顿。那不是演戏给自己看的伤，那是为了救人争分夺秒、不顾一切的伤。老夫行医一生，绝不会看错。谁？是我，林姑娘，对不起，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我被过往的梦魇蒙蔽了双眼，说出了最不该说的混账话，伤了你的心。我为我的猜疑和愚蠢向你道歉。外面风大，进来再说吧。你要是再病倒了，我可没有第二条手腕给你割了。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我母亲是前朝玄云宗的圣女，当年玄云宗满门被冠以谋逆之罪，一夜之间被屠戮殆尽，只有我母亲因为早已嫁入王府而幸免于难。但没过几年，她也郁郁而终。你身上的毒和这件事有关？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后宫争斗。我身上的毒从我记事起就时常发作，它更像是一个烙印，一个诅咒。父皇遍寻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林婉晴，从今天起，我的一切都对你毫无保留。我们是真正的盟友，是生死与共的伙伴。行啊，既然是伙伴，那你就得听我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被动挨打了，必须主动出击，把那个一直躲在暗处下毒的老鼠揪出。王爷，现在证据确凿，就是皇后那个毒妇在背后搞鬼。属下这就带人去把内务府那个叫魏德的阉人抓起来，严刑拷打，不怕他不招供。林婉晴，你怎么看？抓一个魏德没用，他只是个小角色。皇后有10000种方法让他闭嘴，甚至可以反咬一口，说我们屈打成招，栽赃陷害。到时候事情闹到皇帝面前，没有皇后的直接罪证，这最多也就是一桩后宫争宠、奴才擅作主张的案子。我们扳不倒他，反而会打草惊蛇。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能算了。既然他们喜欢在暗地里下毒，那我们就逼他们把毒药亲手送到我们面前来。我们要的不是奴才的口供，而是皇后的亲笔画押。你想设个圈套？母后，您听到了吗？外面都传疯了，说慕容渊那小子就要痊愈了。那妖女不知从哪弄来了什么狗屁圣药，现在就差一味凤血藤。我们怎么办？难道之前的毒都白下了？慌什么？凤血藤，本宫查遍了所有医药典籍，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这定是那妖女故弄玄虚。可万一是真的呢？万一真让他们找到了，慕容渊一旦痊愈，父皇对他宠信更甚，我们就彻底没有机会了。你说的对，我们不能赌。既然他命硬，那我们就再加以猛药。他不缺药引吗？本宫就亲手送他一份药引，送他一程。奴才给靖王殿下请安。皇后娘娘与太子便听闻王爷即将康复，只是缺少一味药引，心中甚是挂念。二位主子寻遍了皇家库藏，终于找到了这块传说中由凤血藤多血而成的化石赤血暖玉，特命奴才送来，祝王爷早日痊愈，重振雄风。有劳魏总管，也请代本王谢过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的深情厚谊。这份大礼，本王收下了。都退后一点，让我用照妖镜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宝贝。这不是什么暖玉，更不是什么凤血藤，这是一块具有强烈放射性的矿石，它散发出的能量在短时间内就能摧毁一个普通人的脏腑，而一旦它与你体内尚未排清的墨毒相互作用，就会在几个时辰内彻底摧毁你所有的生机，让你化为一滩血水。他们是想让你死无全尸。人赃并获，周恒，将此物封存，连同魏德一并押入天牢。这一次，本王要他们再也无力回天。怎么样？皇帝怎么说？太子全进，皇后请休，这就是他给我的公道。他这是在断尾求生，敲山震虎。皇后被夺权，相当于被斩断的壁虎尾巴，是一个弃子。他牺牲了皇后，保全了太子这个根本，也保全了皇室的体面，这是断尾求生。同时，这个不痛不痒的处罚也是在敲打你，警告你。他在告诉你，太子的位置他保定了，他可以容忍你，补偿你，甚至宠爱你，但他绝不允许你真正威胁到太子，威胁到他心中权力的平衡。他不想让你一家独大，所以我们的危机远远没有解除。一个被圈禁的太子，一个被夺权的皇后，只会比以前更恨你，更不择手段。下一次他们再出手，就一定是雷霆万钧的绝杀。你说的对，是我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怎么？你觉得我们之前的推断是错的？人证物证俱在，下毒的就是他们。下毒的是他们没错，但他们只是行凶的刀，不是握刀的手。我查了一样东西，它可能要推翻我们之前所有的认知。你看看这个血脉锁，一种专门针对特定王族血脉的禁术，它的症状和你的石化浆一模一样，但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其目的非为杀伐，乃为压制。压制？压制什么？压制你血脉中一种传承下来的足以清山河、复王权的特殊力量。所以我需要你仔细回忆关于你的母亲，那位来自玄云宗的圣女，她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手记，母亲去世前曾交给我一个尘封的木盒，说里面是他们宗门的一些手记，但她叮嘱我不到万不得打开。后来玄云宗被定为叛逆，我更是不敢再碰那个盒子。已经看不清了。别动他们，我有办法。守护国运圣物，能借用星辰之力，预知祸福。慕容渊，你的母亲一族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修仙门派，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守护者，而他们的覆灭也绝不像史书上记载的叛乱那么简单。林姑娘，您这天眼渊真是神物啊，竟然能飞这么高，还能把天上的景象传到您这掌中经里。你们看这里，这是玄云宗主殿的地基，这些巨大的圆形凹陷和放射状的裂痕，绝不是山火能造成的，这是众行军用破城佐反复撞击的痕迹。还有这里，山门两侧的石壁上布满了这种又深又大的孔洞，我分析了角度和深度，这是只有军队的重型工程弩才能留下的痕迹。这不是剿匪，这是一场单方面的蓄谋已久的屠杀。一个能调动制式军队，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宗门进行秘密灭门，知道血脉锁这种上古禁术，并能找到镇魂石为引，对你下咒的人，一个处心积虑20年，将这一切都掩盖得天衣无缝的人，这个人
绝不可能是被蒙在鼓里的太子和皇后，他们只是这个巨大阴谋里被推到明面上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棋子。当年负责处理玄云宗叛乱一案，并因此获得父皇绝对信任，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一跃成为我朝权柄最重之人的。还在看你的天数，可有从星辰的轨迹里看出张敬德的死期？我这是在研究科学，不是在算命。我在试图从最根本的规律上理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只有理解了原理，才能找到回去的方法。回去，你是一定要回去的，对吗？当然了，我的家人、朋友还有我没考完的试都在那边呢。不过你放心，在把你身上这个血脉锁彻底解开，把那个老狐狸丞相扳倒之前，我这个盟友是不会临阵脱逃的。这是怎么回事？等等，你拿着别动，我再靠近试试。你这法器又能看出什么？别说话，让我看看。天哪，这个频率，这个能量波动太特殊了！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钥匙，他们是钥匙。你看，我的吊坠是根据未来的你的石像做的，它沾了我的血，带来了未来的时空坐标。而你的玉笛是你母亲的遗物，她又是玄云宗的圣女，这笛子上一定附着着属于这个过去时空的特殊印记。这两样东西，一个代表未来，一个代表过去。当它们靠近时，就能产生共鸣，定位出一条时空通道。但是光有钥匙还不够，我们打不开门，就像汽车有了钥匙，也得有汽油才能发动一样。我们还缺少一个能够提供巨大能量的能量源。只要找到它，我就能激活这两把钥匙，打开回家都。你是一定要回去的，对吗？王爷，属下无能，那老狐狸滴水不漏，我们派出去的人手，无论是跟踪还是查账，都被他的人挡了回来，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核心的东西。他府上的防卫比皇宫内院还要森严。他经营了20年，根基深厚，党羽遍布朝野。若是这么容易被扳倒，他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王爷，是丞相府派人送来的。久闻靖王殿下英武，亦对玄云宗旧事颇有探究。老夫近日偶得线索，或与当年玄云宗遗留的宝藏有关，不敢独占。明日午时，侧邀殿下于西山废弃矿洞一叙，共探秘宝。玄云宗的宝藏，他倒是真会投我所好。王爷，这绝不可能是真的！老贼突然示好，还约在京郊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这分明是鸿门宴，你可千万不能去！我正愁找不到他的狐狸尾巴，他自己倒送上门了。别冲动，让我先看看这个西山矿洞到底是什么龙潭虎穴。看到了吗？这就是他约你见面的废弃矿洞。这图竟然如此清晰。等等，这些密密麻麻的红点是什么？这是我这千里天眼图的热感应功能，每一个红点都代表一个活人。我粗略数了一下，至少有500人。他这不是在请你详谈，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把你围剿在里面。好一个张敬德！既然他为我准备了这么一份大礼，我不去，岂不是太让他失望了？谁说不去了？我们当然要去，不过不能就这么去。你想将计就计？没错，他有他的天罗地网，我有我的神兵天将，是时候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了。下官刘成见过靖王殿下，我家丞相已在洞内备下薄茶，恭候多时。殿下请。丞相大人有心了，带路吧。丞相人呢？这就是他款待客人的方式。王爷莫急，丞相大人日理万机，就不亲自来为您送行了。他只是让下官转告您一句，玄云宗的宝藏，您还是去地底下找吧。靖王殿下，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动手！忘了告诉你，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家的主场。这是什么妖法？来人，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来问，丞相的宝藏到底藏在哪里了？靖王殿下何必白费力气？这些东西或许能让皮肉受苦，但想让刘某开口，却是痴人说梦。我劝您
还是早些放了我，去向丞相大人负荆请罪，或许还能让你体面的离开。你这狗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我！周恒，退下。对付这种自作聪明的文人，动粗是最低效的做法。装神弄鬼，区区女子也想审问我？我这些法器不伤你皮肉，只问你本心。左边的摄魂镜，它能看见你脸上每一丝连你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变化；右边的束心锁，它连着你的血脉，你每一次心绪变动都逃不过它的感知。我们开始吧。为了校准，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叫刘成，对吗？是又如何？心率78，呼吸平稳，微表情无异常，束心锁数据稳定，很好，这是你的诚实基准线。西山矿洞的伏兵是不是丞相张敬德派去的？不是，丞相大人只是想与王爷一叙，那些伏兵是太子殿下担心王爷安危，私下派去保护的。就在你回答的瞬间，你的心率从78飙升到112，瞳孔收缩，嘴角牵动，典型的恐惧与欺骗混合微表情，皮肤电反应升高了3个量级。结论，你在说谎。20年前玄云宗灭门一案，张敬德是不是主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玄云宗是叛逆，被剿灭是罪有应得，与丞相何干？心率135，眼球出现高频率的无意识震澜，眨眼频率是正常状态的3倍。你在极力掩饰一个巨大的秘密。结论，你在说谎，而且这个谎言背后隐藏着极度的恐惧。最后一个问题，靖王殿下身上的血脉锁是不是张敬德下的？不是，我不知道，别问我。心率170，濒临极限，呼吸紊乱，大脑供氧不足，束心锁的指针已经超标。刘成，我的读心神术告诉我，你知道一切，你所有的防线在我面前都形同虚设。现在说出真相，或者让你的心在无尽的谎言和恐惧中自己炸开。我全都说，别再用那妖法对着我了。我说是，都是丞相大人做的。西山的埋伏，玄云宗的灭门，还有王爷您身上的诅咒，都是丞相大人一手策划和执行的。但你们以为丞相大人就是幕后黑手吗？错，大错特错。他也只是一把刀，一把用完了就要被丢掉的刀而已。握着刀柄的人是谁？说。是当今陛下，是你最敬爱的父皇。胡说八道！这奸贼竟敢诬陷圣上，我杀了你！陛下他害怕，他极度恐惧玄云宗圣女血脉中那足以预知天命、颠覆王权的力量，所以他才一手策划了那场灭门惨案。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下了血脉锁这种恶毒的诅咒。他之所以假借丞相之手，就是为了在事成之后再找个机会，以清君侧的名义除掉丞相这个唯一的知情者，到时所有的罪恶就都能被彻底掩埋。父亲的慈爱，太子兄长的争斗，权臣的陷害，原来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局，一场他的亲生父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而亲手导演的冷酷一丝极点的戏剧。妖言惑众，你竟敢如此构陷陛下，离间天家骨肉！我先宰了你这个奸佞小人！杀了我！王爷您就永远别想解开身上的诅咒了！您不想知道这血脉锁到底要如何才能解开吗？说血脉锁，它根本就不是毒，它的核心是一件上古法器，名为镇魂石。此石与你们玄云宗世代守护的国运圣物本是一体，后被太祖皇帝夺走，成了萧氏皇族的最高祭。陛下，他就是用这块镇魂石作为诅咒的能量核心，引动它，隔空压制了您血脉中的力量。只要镇魂石还在皇宫里，您的诅咒就永远不可能解开。那块石头在哪里？它有什么特征？那块石头被陛下视为生命，常年供奉在皇宫最深处的禁闭承天阁之中，由最精锐的大内高手日夜看守。据说它能吸收日月星辰之力，本身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能量源泉。把它看好，它还有用。末将真没想到，老王爷的冤屈就是出自陛下之手。王爷，您下令吧，我等万死不辞，誓要为您为玄云宗满门英业讨回公道。万死不辞，誓讨公道。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复仇，这是一场夺回宫里的战争。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王爷，成了。我们通过丞相府那条秘密渠道联系上了禁军副统领陈潇，他的妻儿老小全被皇帝以恩养的名义软禁在宫中，他早就恨叛了。一听我们能救出他的家人，他当即就同意了。他说只要我们动手，他会想办法调开他防区内的人马，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往皇宫北侧的通道。哼，他什么时候动手最方便？5日后是3年一度的祭天大典，那天皇帝会亲率文武百官前往城南的天坛祭天，宫中大半的防卫力量都会被调去护驾，届时将是皇城之内100年来最空虚的一天。好，那我们的决战就在5日后，目标皇宫禁闭。
承天阁。可是王爷，皇宫之内机关重重，守卫森严，即便有臣服统领协助，我们想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突入禁闭，也几乎是不可能。这个就交给我了。林姑娘，王爷他们已经进去了。天哪，您这天眼竟真能将宫里的景象看得一清二楚。呼叫突击队，已进入预定路线。A 组注意，左前方30米有一队4人巡逻队正在靠近，预计10秒后相遇。按1号计划行动。哎，陛下和头儿们都去天坛了，就留我们在这守空城，真没劲。这是什么？ A 组干得漂亮 ，B 组注意，即将进入惊鸿镇警报区，我将启动晋升结界，你们有30秒的时间全速通过，计时开始。A 组干得漂亮 ，B 组注意，即将进入惊鸿镇警报区，我将启动晋升结界，你们有30秒的时间全速通过，计时开始。 逆子，你果然还是来了！朕就知道你和你那个妖女母亲一样，都是天生的反骨。朕当初真该在你一出生时就亲自动手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拿回你从我母亲一族从我身上夺走的一切，交出镇魂石。想要，那就用你来换吧！给朕上，将这些叛贼给朕杀了！当我者死！ 诅咒消失了，这就是血脉中沉睡的力量吗？觉醒了，血脉竟然真的觉醒了！不可能，这不可能！ 把他带下去，废除帝号，打入宗人府天牢，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探视。末将遵命。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回家吧。一边是安逸熟悉的故乡和翘首以盼的亲人，一边是这个刚刚为他浴血奋战，与他经历过无数生死。 早已刻骨铭心的男人，不走了，我的归宿在这里。我不走了，慕容渊，我的家在这里。